基辅开始翻修机场，美俄战机或许会在空中对决，谁能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建绍。在西方军援乌克兰坦克之后，等于突破了援助攻击性武器的红线，所以接下来乌克兰军队获得西方战斗机就成了必然。乌克兰此前公布的目标是得到美国制造的 F-16、法国的幻影2000或阵风战斗机。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虽然乌克兰还未拿到任何一架西方的战斗机，但是基辅正在准备整修全国各地的机场，将西方战斗机融合到乌克兰空军的作战体系中，必须要有全面的机场网络，甚至还要考虑为军用机场提供更好的防空火力保护。对于军事爱好者而言，看到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吊打乌军的苏27和米格29并不算刺激，因为这原本就是相差了半代的俄制战斗机之间的较量。如果将来出现 F-16与苏35、苏30等战斗机空战，那么这个场面会让许多人感到兴奋。俄罗斯空天军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俄乌战场上的制空权，这并不是说俄制战斗机没有优势，而是乌军采取的是以地制空的策略，即用防空导弹保证局部地区的安全。而乌军一旦拿到 F-16战斗机，非常有可能在某些区域与俄罗斯空天军争夺制空权，那么就少不了以俄制战斗机发生空战。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军队获得西方的3代机之后，一定就能击败俄罗斯空天军吗？答案是存在非常大的变数。不要说俄罗斯还有苏57这样的4代机，就算是苏30MS、苏35这样的3代半甚至是3加代战斗机，配备上射程将近200公里的 R-37M 远距空导弹，或者是射程150公里左右的 R-77M 空导弹，西方提供的战斗机就可能无法抵挡。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乌克兰空军拿到西方战斗机之后，想要在空战中击败俄罗斯，还面临以下问题。首先，缺少预警机就是个大麻烦。对于现代空战而言，是否配备了空中预警机，往往会成为决定空战胜负的重要变量。俄罗斯空天军的预警机虽然性能不算太先进，但也比没有预警机的乌军要强得多。第二，西方为 F-16战斗机配备什么样的雷达和空导弹是非常关键的。除非美国给乌军配备 AIM-120D 中距空弹，甚至给战斗机换装有源相对雷达，否则要想以苏制的苏35在超视距空战中获得主动，机会不大，甚至有可能会成为活靶子。那么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价格昂贵的 F-16V 战斗机吗？其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三， F-16在乌克兰本土执行任务，是否有先进的地面指挥控制系统也非常重要。由于没有预警机，就需要地面雷达和地面指挥中心引导 F-16进行空战。那么西方是否会向其提供先进的地面预警雷达，也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F-16战斗机以乌克兰原有的舒适指挥控制系统、防空系统进行配合，存在着难以互联互通等问题。当然，如果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雷达和防空系统到位，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第四，乌克兰飞行员能否在短时间内适应西方战斗机也是一大疑问。初步掌握战斗机的飞行技术是一回事，驾驶 F-16在空战中击败俄罗斯的战斗机又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北约飞行员直接下场，否则乌克兰拿到西方战斗机也不可能在半年内有效地对抗俄罗斯飞行员驾驶的3代半战斗机。那么乌克兰拿到 F-16以后到底会怎么用呢？很有可能不是以俄罗斯战机争夺制空权，而是在某些空域强化乌军的防空能力。这对克制当前俄军的作战样式而言同样非常重要。另外，西方战斗机也有可能执行一些对地火力支援任务，在这方面俄军同样存在着短板。总体而言，乌克兰一旦获得西方战斗机，更大的用途可能是用于拦截远程导弹和实施对地火力空中支援任务。要想在空战中击败俄制主力战斗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乌军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机场，因为配备了西方战斗机的军用机场可是个易受攻击的大目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